蓝兵给龙国研发的第6代战机可以达到30马赫，鹰将不知好歹，非要和我们比速度。此时战机以垂直起飞的方式正在进行攀升。快！龙国战机已经起飞了，把速度拉到最高，务必拿下这次比赛的胜利。如果输了，等回来之后，我一定申请要治你的罪。接到命令的飞行员面色同样严肃起来。还好，只要我们的战斗机率先飞到1000公里以外，就是我们赢了。照这个速度，应该用不了多久。就是龙国的战斗机虽然有垂直起降，但他们的战斗机位置还在原地。鹰将总统用望远镜朝着天空看去。这怎么可能？龙国战斗机的机翼究竟是什么材质的？为什么在那么夸张的速度下没有受到一丝丝影响？龙国怎么会有这种科技呢？18000米高空悬停，垂直起降，速度快到产生音爆。既然是比拼速度，那就用速度打败你们吧。已切换至自适应巡航模式，试压舱已启动。这下我就可以放心加速了。3马赫？怎么可能？龙国战斗机的加速怎么这么快？这一瞬间就追平了鹰将的5代半战斗机，这也太夸张了吧！这怎么可能？龙国的战斗机怎么可能会如此强大？竞赛已经开始，他们也改变不了什么。开启极速模式，必须要赢下这场比赛。只见5代半战机的速度直接来到了3.5马赫。龙国的6代机竟然达到了5马赫。你们看鹰将的5代半战斗机才3.5马赫，这怎么可能啊？哪怕是6代机也不能高出5代半这么多吧？只见2架战斗机数据之间的差距，龙国的6代机速度持续飙升，达到了恐怖的10马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绝对是数据作假！战斗机的飞行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为了胜利不择手段，龙国可耻！长官，不好了，龙国的6代机好像从我面前飞过去了。什么叫好像？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应该就是6代机没错了，但它速度太快了，我根本看不清。通过各种检测设备，从屏幕上实时显示出来，13马赫、17马赫、22马赫，6代机的性能仿佛没有尽头一样，不断飙升，终于30马赫，可以结束比赛了。龙国的战斗机率先飞出千里之外。速度竞赛，龙国胜利。长官，我还需要继续飞行吗？还飞什么飞？赶紧给我返航！在他的呵斥下，5代半战斗机很快便掉头返航。你们不是跟我说龙国绝对造不出真正的6代机吗？谁能给我解释解释啊？从这架战斗机来看，龙国的科技至少领先我们好几百年。不过比赛还没结束，接下来就是隐身性能测试，这一次必须要扳回局面。对于这一点，鹰将总统很有自信。5代半战斗机不仅在引擎上面做出了改进，隐形涂层上面同样改良了许多。你们不过是赢了一局就高兴成这样，不像我们鹰将一直以来都是军事竞赛的第1名，体会不到你们的快乐啊！呵呵，你放心，很快你们就不是了。接下来是第2场比试，战斗机的隐身性能测试。有请第3方开启雷达。下面有请鹰将的 F-22C 猛禽开始测试。消失了。不愧是鹰将，这架战斗机竟然真的逃过了雷达的探测。没这么夸张，倒也大差不差。不愧是鹰将啊！你们在笑什么？鹰将的战斗机躲避了毛熊的雷达，但没能摆脱龙国的雷达，成绩合格。接下来由龙国的6代机上场。你们说这架战斗机能逃过我们雷达的监测吗？不可能，我们的雷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雷达，功率超出毛熊的雷达1倍不止。听到这里，鹰将总统更高兴了。检测开始，龙国的战斗机也从毛熊雷达上消失了。鹰将总统丝毫不慌，他满怀自信地看向自家雷达操纵台。什么情况？你们忘记开启雷达了吗？没啊，现在还是最大功率呢。消失了，2个雷达上面都找不到龙国的6代机。等等，龙国的战斗机的确厉害，隐身性能是我见过最强的，但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更先进的超声控矩阵空间雷达。什么意思？开启超声控矩阵空间雷达。是。超声空矩阵空间雷达是一种载成像雷达，将无数小型高性能雷达组装在一起，发射信号波，再由其中的人工智能计算，最终得到目标物体的位置，甚至是实时画面，但需要太空卫星雷达配合才行。为了鹰将的颜面，消耗点卫星寿命算什么？一定要把龙国的战斗机监测出来。还真被检测出来了，鹰将竟然有如此强大的雷达，连龙国的6代机都能监测到。这下真的是万事万物无所遁形吧？没有战斗机可以逃过我们这台超声控矩阵空间雷达的锁定，而且不仅仅限于战斗机。万司令，你看看屏幕上面的战斗机，是你们龙国的6代机吗？至于是谁赢了，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你说完了，那我问你，你听说过光学隐身吗？不可能，你们怎么可能会有光学隐身的技术？光学隐身又叫视觉隐身，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某种技术来达到如影视剧中科幻的隐身效果。现在开启光学隐身模式，让鹰将总统也见见世面吧。是。在场众人听到之后，立刻看向面前的屏幕。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你们研发出来的超声控矩阵空间雷达都监测不到对方的战斗机？请给我一个合理的回答。此时，鹰将和龙国双方战机的各项数据都显示出来，飞行速度、作战半径，还有这些功能，竟然全都输了。
你们鹰将不是输了，是被完完全全的碾压了。鹰将总统几乎崩溃的样子，并闭上了嘴。喂，怎么样？我给你联系一下我们龙国的玩具厂啊，说不定你们的5代半能卖得很好呢，给你个增加 GDP 的机会啊。你闭嘴吧，休息会儿，免得血压高犯病了，可跟我没责任啊。就这样，龙国的6代机完全碾压鹰将的5代半战斗机。蓝兵为龙国研发的第6代战机，各项对抗数据均碾压鹰将的5代半战机，这下鹰将总统彻底坐不住了。不可能，我怀疑这份数据的真实性。龙国6代机怎么可能这么夸张？这根本就不合逻辑。所以，请裁判组严查。确实，这么夸张的数据还能保持长时间高速巡航。万司令，如果你不能对6代机的表现做出回应的话，我可就取消你们龙国的参赛资格。现在，请你能告诉我，你们龙国的战斗机是如何保持30马赫速度下长时间飞行的？真的是土包子一个，因为我们的战斗机用的是核动力，动力用不完，岂不是很正常吗？核动力，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场所有的国家代表、裁判组都被惊呆了。现在是不是可以宣布结果了？啊？哦，此次飞机竞赛的获胜者是来自东方的龙国。长官稍安勿躁，龙国的6代机虽然厉害，但这样的战斗机，估计龙国顶多造出1、2架，在数量上我们可以完全碾压龙国。有道理。接下来的坦克竞赛准备的怎么样？长官请放心，我们的坦克经过数代改进，绝对可以碾压全世界。那就行，输了一场不算什么，只要坦克竞赛和后面的数量比拼能够胜利，我们依旧是冠军。很快，第2场坦克竞赛开始。此次的坦克竞赛依旧分为速度比拼和火力比拼。那么接下来有请鹰将的坦克代表进场。看来鹰将在坦克上面的准备很充分啊。是啊，你看鹰将总统的表情如此自信，这是我们鹰将在 M1A2 的基础上全方位改进过后的产品 M1A2-S。万志毅摇了摇头，去吧，把我们的坦克开出来。是。这也太大了吧！这辆坦克有些脸熟。我知道了，这辆坦克很像龙国之前的594，的确很像，只不过这尺寸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呵呵，确实比你的大哦。这就是你们拿出来的坦克吗？实在是有些哗众取宠了。只不过是一辆放大版的594坦克而已。的确是594改的，你还真别小瞧它，万一又碾压你们了，可咋办啊？哼，中探不中用罢了。哼，请问双方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那么接下来200公里速度竞赛正式开始。万司令，这辆坦克看起来你们下了不少功夫啊。据我所知，594坦克的最高速度也就60公里上下吧。现在这坦克重的像坨废铁，还能跑到60吗？呵呵，急什么？能不能跑到？一会你就知道了。实话告诉你吧，我们这辆坦克极限速度能够达到110公里每小时。我劝你们还是抓紧认输吧，别再丢人现眼了。110公里，你们的坦克是蜗牛吗？死鸭子嘴硬，谁是蜗牛，一会儿就知道了。3、2、1 ，Go！ 短短几秒钟，龙国坦克就从静止状态到达200公里的时速，最终停止在400公里每小时这个恐怖速度。本来以为鹰将能在这项比赛中扳回一城，看来是我太高看鹰将了。是我们太小瞧龙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差距越来越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说好的领先全世界，希望龙国的坦克能在半路发生故障吧？你们这坦克也不行啊！本来以为能遇到对手呢，没想到在全球观众面前展示了一波龟兔赛跑。但可惜我们这个坦克不会睡觉。哼，懒得理你。比赛还没结束，你高兴得太早了。龙国怎么会这么强大？必须得想办法制裁一下龙国。等等，接下来的火力测试，你们有什么要说的？从火力精度方面来看的话，龙国应该不是我们的对手。这次的火力测试是打水泥靶子，而咱们装备的是穿透能力770的最新穿甲弹，效果肯定不错。希望这次不要让我失望吧。又是1个半小时过去，鹰将的坦克总算是冲过了终点线，结局毫无疑问，自然是龙国获胜。接下来的比赛是坦克竞赛的最后部分，火力测试。现在坦克距离靶场有足足100公里的距离。你们龙国的坦克还没有到达靶场，怎么就停下来了？还有80公里呢？难道是因为刚才的高速行进导致坦克出现故障了？呵呵，你家坦克才出故障呢，80公里的距离怎么了？够打靶子不就完了？来费那是干啥？对吧？开什么玩笑，自己找台阶下的吧。全速前进，龙国的坦克出现故障了，这一场我们必胜。万司令你好，请问您方的坦克为什么突然停下动作，不再前进了？是出现故障了吗？还是你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呵呵，当然没有故障，之所以停下，
是因为我们的坦克已经抵达开火区域了。可是距离靶场还有80公里的距离，您确定已经抵达开火区域了？是的，我方坦克已经抵达开火区域，随时可以开火测试。开什么玩笑？哼！呵呵，80公里，估计连目标靶都看不清，不过是在哗众取宠罢了。大约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之后，鹰将的坦克终于抵达靶场。万司令，你们的坦克为什么还停在这里？难不成是真的不打算参加这次火力测试了？还是说坦克出现了问题，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来掩盖？这就不用你操心了。鹰将总统的脸色也愈发难看起来。开火！我靠，真开火！这可是80公里的距离啊！这个方向，肉眼上看的确对准了靶场，不会是真的吧？下一秒，我靠，这是什么炮弹？怎么感觉像是激光炮？快看大屏幕！下一秒，悬在众人头上的大屏幕画面亮了，可只见画面闪过刺目的白光，旋即便失去了信号，直接黑屏。过了许久，真的打到了。这怎么可能？在龙国炮弹的轰击之下，这么一个坚不可摧的靶场，竟然直接消失不见了。这靶场居然直接消失了，一枚炮弹竟然打出了核弹般的效果。你闭嘴！怎么样？这距离这火力还凑合？呵呵，你们龙国人就擅长变戏法儿，一会看看裁判怎么说，眼见还不一定为实呢。你真是不死心啊！那就等裁判宣布吧。这次国际军演大比拼中，随着龙国电磁坦克发射那一刻，就已经定乾坤了。该死，怎么会这样？不行，绝对不可以让龙国拿到这次竞赛的冠军。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他们的坦克火力能如此强大？长官，我怀疑对方这一炮很有可能掺杂了核武器。您看那个蘑菇云。裁判，我方现在有理由怀疑龙国在火力测试中采用了核武器，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核武条约。我要求制裁龙国。制裁我们？哼，有种你就试试看咯。再说了，如果我们动用了核武器的话，现场肯定会有辐射吧？说了你也不信，你自己去辐射测试吧。好，哪怕测出一丁点辐射，我就有理由制裁龙国。还愣着干嘛？你去对爆炸场地进行测试。是。没过多久，辐射测试车朝着这边快速驶来。万司令，现在是最后一次机会认错了。你请便。经检测，现在的靶场核辐射含量为……继续说啊，含量是多少？这怎么可能？不可能！一定是测试仪坏掉了。但就在这时，一旁的裁判走了过来。经检测，探测仪并未出现任何故障，并且靶场并未残留任何辐射。而看着这个数据，鹰将总统也一脸的垂头丧气。好在还有最后的机会，那就是从数量上碾压龙国。最后的比拼，我们肯定能胜利。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项比拼——军工数量竞赛。现在有请参赛双方展示各自的军事武器。所有人员即刻出动。哎，等等，今天我给你留点面子，比赛到此结束吧。人活一辈子都不容易，我怕你接受不了现实。少废话，你是不是怕了？所有人员出动。哎，我们一共准备了200辆坦克以及60架飞机。呵呵，怎么样？就这，算了，让他们开开眼界吧。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钢铁洪流。虚张声势，所有人按原计划行事。怎么样？要不你数数有多少？你这还比什么？刚开始就结束了。此次数量比赛，龙国以800辆电磁坦克、200架6代机的数量，毫无疑问的碾压了鹰将，获得此次数量竞赛的第1名。哎呦呦，老鹰头，你没事吧？咱友谊第1，比赛第2，用不用我扶你起来？不，这怎么可能？赶紧结束吧！在众人的注视下，一辆坦克缓缓从军工展示通道中探出头来。难不成是漏了一辆？这就有点低级错误了。接下来给你们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我不看，我快受不了了。切换机甲模式。机甲？什么机甲？是。怎么样，老鹰头，这个变装好看不？这不可能，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存在机甲？我不相信，这一定是在做梦，我是在做梦，假的都是假的。医生，快点过来，有人晕倒了。鹰将总统在医护人员的抢救下，缓缓醒了过来。我是不是还在做梦？不，你没有。我还没睡醒吧？不，你醒了。哈哈哈哈哈哈！评价一下我们的坦克表演吧，老鹰头。你，哼。接下来进行一场无限制格斗，唯一的限制就是武器必须是军刀。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随时恭候。看来双方都准备好了，比赛开始。这什么情况？又是这样？好了，看来这场比赛我们也不用担心了。格斗场上，看着鹰将选手长刀被一刀斩断，裁判都吞咽了一下口水。这好了，
认输，我认输，我认输了。他也不傻，鹰将精心研究的军刀就这样断了，可想而知龙国的军刀等级已经达到多么恐怖的阶段了。赢得好啊，就是赢得太快了。这一切都多亏了小兰子同志啊！终于我们也能拿到第1名了。被鹰将压制了这么多年，终于能出一口气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老周啊，你这个电话来的正好，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先别说话，我这有个更好的消息。什么消息？能比龙国拿下军事竞赛第1名还好？难道说？没错，就在刚刚，我们在小兰子同志的带领下，可控核聚变的计算机模拟已经完美成功了。真的？接下来只要按照计划开始施工，就可以制作出完美的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了。我知道了，我们这边军事竞赛已经结束了，马上就可以赶回去。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听到了两人的对话。自己刚刚是不是不小心暴露了机密？什么？龙国制作出可控核聚变了？不可能吧？那可是可控核聚变啊！怎么可能？你们一定是听错了。以龙国现在的科技水平，完全不足以制作出可控核聚变，只是一点小突破就这么兴奋，可笑！完了完了，真传出去了。万司令，我们刚才听到你们模拟成了可控核聚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只是有一些小突破而已，距离真正制作出可控核聚变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还好，万智毅应该没有说谎。这次军事竞赛的结果，想必大家也有了自己的判断。龙国以当之无愧的实力斩获此次竞赛的第1名，让我们恭喜来自东方的龙国，让我们感谢龙国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展示，同时也不要忘记其他国家的精彩表演。下次军事竞赛必笑你们一败涂地。这只是个开始罢了，下次军事竞赛，下次军事竞赛依旧会是我们的主场。你们鹰将的时代已经是过去式了。哼！其他国家的代表而是来到万智毅等人面前。万司令，我们和龙国向来交好，恭喜你们！万司令，之前的都是误会，希望这次我们能化干戈为玉帛，重新建立两国之间的关系。哼，呵呵，好啊，今天先这样吧，各自忙各自的吧。而看着他们的样子，万智毅却没有很欣喜。李老，我刚才听你说可控核聚变已经制作出来了。没有，只是模拟而已。李德佑将关于可控核聚变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就因为军区停电的缘故，小兰子同志就搞出来了可控核聚变。万智毅和刘国梁对视一眼，那还等什么？赶紧回去看看。这次世界军演争霸赛，鹰将被蓝兵研发的第6代战机和电磁坦克碾压式击败，龙国大获全胜。几个小时后，运输机抵达南方军区。小兰子同志，侯爷，我听说你搞出来了可控核聚变。还没有，只是模拟通过罢了。这就通过了，侯爷。有了可控核聚变这种取之不尽的能源，那我们以后就再也不用向其他国家购买资源了，侯爷。啊，那是相当的好啊！本来我就是为了不停电才研发的可控核聚变而已啊！快，你带我去看看。万司令，那个现在只是模拟通过，还没有开始建造呢。模拟和实造完全是2个概念，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带你去看。原来还没建造出来啊，那岂不是白激动了？好丢人啊！好，那这个模拟通过对于可控核聚变建造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模拟通过了，接下来就可以放心建造了。实际建造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的话，大概需要多少时间？2年嘛，这么短就能建成？某也不用2年，大概20天吧。你说多少？20天？这个任务没有想象中困难，实际建造只要按照计划表施工就可以了。如果加班加点，可能会更快。离谱啊，太离谱了。不过我喜欢。既然小兰子同志都这么说了，我肯定是相信的。今天晚上先给你开一个庆功宴，顺便跟你说说这次竞赛究竟有多么解气。就是，你也别工作了，今晚陪万司令好好喝2杯。也好，看你们激动的，我也不好扫你们的兴。我去通知其他人。这次军事竞赛能拿第1，多亏了小兰子，让我们大家敬他一杯。我相信，有小兰子同志的加入，不光是这次的军事竞赛，还有下一次、下次，我们将彻底在世界第1名的地方站稳脚步。这场庆功宴开了很久，众人一杯接着一杯。蓝兵回到宿舍，倒头就睡下了。第2天，好的嘞，都9点了，不知道孙老他们情况怎么样，先去基地看看吧。小兰子同志，既然大家都在，那我也不耽误时间了。现在是11月25号上午9点35分，我宣布可控核聚变项目正式开始。就在蓝兵宣布完项目正式开始后，王立安部长也立刻下达指令，很快需要的材料被大批运输了过来。不错，还挺效率的。新闻大厦，虽然龙国拿下军事竞赛第1名，但任何事情的热度都持续不了太多时间。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件事情的影响持续扩大，一来是稳固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二来就是错错印象的锐气，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很好，你们将这次军事竞赛的全过程剪辑成宣传纪录片发出去。很快1周时间过去，情报部门这边的宣传片还没有剪，而在核能研究基地，却是已经矗立起了一个硕大的核能反应堆。小兰子同志，这怎么只是雏形而已？想要真正建好核能反应堆，还需要大概10天的时间。10天，我能过去看一下吗？当然可以啊。照这个速度建下去，哪怕我是来打下手，也有点跟不上你的进度啊。嗨，许多地方用人工智能设备就解决了，很快的。感情还有这种施工办法，太先进了。哦耶，这些人工智能机器是什么情况？哦，你说这些啊？这些都是我随手做出来的。有了这些机器，施工所需要的人力就会大大减少，而且经我调试过的机器也不会出现错误，可以说比人类都要可靠。随手就能制造出来，这真是英雄出少年啊！哦耶！而与此同时，情报部门已将军事竞赛的高光时刻都剪辑出来了。好了，在官媒上发布吧，告诉大家，今晚8点我们将会准时播放军事竞赛纪录片。是。与此同时，在数台巨型工程机器的全速运转下，可控核聚变的主体已经构造完毕。接下来就是最为关键的内部构造。按照这个搭建进度，或许都用不了20天就能问世了。这小兰子真是个怪物。最近有点无所事事的陈一鸣忽然接到一个任务。什么？让我去拉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的原料？好，知道了。一鸣，什么情况？你把原料的地址发给我，我现在立刻安排车辆。好。你确定没有发错地址吗？你是在怀疑我吗？快去吧，这是整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中最重要的原料，别给我耽搁了。好。在王立安的帮助下，许多辆运输卡车准备就绪。又是几天过去，才2周时间，真是太可怕了。这就竣工了，这速度也太快了吧！小兰子同志的速度还是这么离谱啊！好了，接下来就等陈一鸣了。等原料一送到，这台机器也就可以运转起来。蓝冰同志，你要的海水我拉过来了。那就快点卸车吧。不是说去拉核心原料吗？拉来一车海水是什么鬼？小兰子，一鸣是不是听错了？怎么拉来一车海水？要的就是海水啊！这就是可控核聚变的原料。海洋的覆盖面积是蓝星71%。那这个原料岂不是用之不尽了？你可能不太了解，核聚变的原料一般使用的是氢的同位素，也就是刀和氚。以蓝星的海水所有量来看的话，现有的资源就够人类使用几十亿年。几十亿年？哦耶！是哦，按照我们的计算，只需要0.03克的氘元素，就能释放出相当于300升汽油的能量。一辆普通小汽车1升汽油可以跑15公里，那1克的氘元素可以让一辆小汽车跑15万公里。不过，能够释放这么大能量的设备，我们是不是得想办法好好保护起来？和这个东西是一柄双刃剑。毛雄曾经就发生过一起这样的事故，至今那座城市还被称为死城。王部长，你所担心的东西根本不存在的。知道为什么建在南方军区里吗？如果有境外势力攻击的话，绝对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拦截的。如果拦截不住，也就意味着和我国全面开战。现今世界上还没有这么大胆子的国家。有道理。海里有氘元素，这个我能理解，但也不能直接拉海水过来用吧？呵呵，看到那个原料入口了没有？只需要将海水倒进去，傻瓜是一键操作，所有的提炼工作就会在里面自动完成。什么玩意？傻瓜是一键操作？这真的是存在的吗？哎，自己果然是老了。国际军演竞赛龙国大获全胜后，蓝冰紧接着就把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给造出来了，刚好进行第一次验收。陈长官，麻烦你把海水倒进去吧。没问题，全倒进去了，一滴也不剩。好，先把车开走吧。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建造完毕，原料也已经装填好，首次点火，正式开始。终于来了。检测到原料填充完毕，元素提取正式开始。这个进度条被填满，元素就提取完毕了。元素提取完成。老周，如果让你们人工提取氘元素的话，这么多的量需要多少时间？最快的话也需要12个小时。元素提取完成，可控核聚变点火倒计时开始。3、2、1，元素反应中。当前反应堆氘元素和氚元素反应占比10%。太厉害了，一次就成功了。这个数据吧，有点太低了。显然他对10%这个数据十分不满意，二话不说便开始操作起来。元素反应中，当前反应堆氘元素和氚元素反应占比15%、20%，几乎是以每秒1%的速度在上涨，最终占比30%。成了，真的成了！30%不仅成了，而且达到了最高临界点。有了这个数据，就说明我们之前的准备没有白费。众人议论不已，欢呼雀跃。这个数据你们就知足了？还远远不够呢。这还不够吗？小兰子同志，不如先稳定下来，以后再向着高利用率研发。
不行，这个数据完全不够。如果只是30%的话，那这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没有任何意义。30%就叫没意义了？那我们研究了几十年，算个啥？这安全第一啊！蓝兵直接开始操作。小兰子同志，你这是做什么？不要啊！不要，停下来！小兰子同志，你究竟要做什么吗？就是，您好歹说出来，不然我们这些老心脏真有点受不了啊！在我原本的设定中，这2个元素反应占比应该达到100%，也就是完美反应，这样才能将能量从原子层面释放出来。行了行了，小兰子同志，30%的反应占比已经相当不错了。至于100%科幻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啊！放心吧，你给我。哼，这件事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周老，小兰子同志究竟是在做什么？还有你们怎么一副看起来很慌的样子？要相信他，他很厉害的。是这样的，现今世界上根本没人真正实现可控核聚变，所以万一产生意外失控的话会怎么样？你说啊，你倒是。爆炸，就跟氢弹爆炸一样。什么？啊！小兰子收手吧，这个失控的后果我们可承担不起啊！失控？不可能失控，放心吧。已经完成操作的蓝兵将手放在了操纵台上的推杆上。周老，小兰子这个操作成功的几率有多少？成功几率？还有个毛的成功几率？准备升天吧。成功几率还是有的，就好比中头等奖吧。啥？直接给我宣判死刑了是吧？妈妈，我爱你。反正已经见过6代机了，这辈子已经没什么遗憾了。所有人都做好了随时升天的准备，爆炸却没有出现。元素反应效率提升，元素反应占比为100%，重力稳定器启动成功，是否开启能源转换装置？硕大的100%出现在屏幕上，居然真的达到了。意思咱们不用升天了，对吗？重力稳定器是什么？还有那个能源转换装置。重力稳定器是稳定装置，可以把能量反应稳定在100%，持续时间很长，而且不会发生意外。能源转换装置就更好理解了，就是把核聚变所释放出来的元素能量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电能。不是说好了，这次只是点火测试吗？点火测试？我什么时候说了？既然已经建好了，如果不能用，那费这半天劲干啥？呵呵。听着蓝兵的话，众人一时间陷入沉默，无言以对。别说，好像还真是这么个道理。王部长，麻烦你和军工部的后勤人员说一声，切断现在的电源，这边要准备接入新的电力系统了。啊哦，喂，电力部门吗？准备切断电源。为什么切断电源？因为要有新的电力系统接入了。就这样，尽快完成。做好准备，开始接入全新电力系统。咔嗒一声，蓝兵按下操纵台上的一个按钮，能源转换装置启动。下一秒，原本停转的机器再次开始运转，熄灭的灯光也重新亮起。居然这么顺利就接通了，也太快了吧！你们看，现在军工部的灯光比之前要亮堂不少。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流水线之后就可以全速运转了？不可思议啊！老周，从我们离开实验岛到现在多少天了？大概是20多天了吧。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20多天把可控核聚变造出来了，终于成功了。从现在开始，龙国已经彻底崛起了。蓝兵小同志，这次真的是多亏你了。没错，如果没有你的话，这个可控核聚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问世。大家太客气了。俗话说得好，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当前反应堆总电能值1亿千瓦时，居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产出了1亿千瓦时的电量，这足够一个300-400万人口的城市足1年的用电量啊！而且只需要1卡车的海水，居然才1亿千瓦时，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啊！蓝兵像是在自言自语，可传到众人耳中，却犹如五雷轰顶一般。说真的，如果不是跟着小兰子同志做事这么久，我都要怀疑他脑子有问题了。的确，换做其他人，我现在都要准备联系精神病医院了。一车海水5分钟产出1亿千瓦时还不够，小兰子同志究竟想要做什么？难不成他真的想做一个无尽能源出来？年轻人恐怖如斯啊！蓝兵此时表现出来的态度，却叫众人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毕竟5分钟产出1亿千瓦时的可控核聚变，谁能受得了呢？无论放到哪里，都绝对是战略级国家重点保护产业。但在蓝兵眼里，竟然也还只是勉勉强强。蓝兵帮龙国空军陆军升级改造了主战武器，但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你们2个老东西还要不要点脸了？这哈哈，交给老邓级的。蓝兵这种人才，居然还藏着掖着，怎么？怕我们海军厉害了，把船开到陆地上去？你跟我说，这东西是怎么来的？监视升级来的。其实是监视的一颗螺丝改造出来的。我让你说话了吗？现在说这个呢？59是坦克升级过来的。好，凭什么空军陆军可以升级改造军事武器？
瞧不起我们海军是不是？你们空军陆军有的东西，我们海军也必须得有。你们两个做事不得一个一个来啊！就是，凡事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啊！你们说什么？海陆空，海排在第一个字，那怎么没先找我呢？你们空军和陆军就是亲妈生的，我们海军就是后妈养的。尤其是你这个超级天才，还是你们空军先发现的，然后你推荐给万志毅，为什么不先推荐给我们海军？不是，这不是要参加军事竞赛吗？你们海军又不在竞赛项目中，所以我不找你们，你们还打算瞒着我？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的错啊，这是大首长的命令，是他老人家要求我们保密的。大首长，那好，你们跟我去见大首长。紧接着，海陆空3位司令就来到大首长这里。好了，你也别太着急，也别怪他俩。这个保密措施的确是我下的令，天才蓝兵给咱们军事能力提高了数十倍，必须要严格保护，你能理解吧？什么数十倍？你们来的正好，我正打算找你们商量一下，要不要将小兰子的权限提高一些？提高权限，只提升在科研方面的权限。从今往后，在科研领域上，小兰子同志的命令就等同于我的命令，所有部门也必须无条件服从。我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海军司令邓金业也点头，表示赞同。相处这半年时间里，我的确从小兰子同志身上看到了非比寻常的科研能力，他还十分拥有创新精神。没错，谁能想到咱们在军事竞赛赛场上的6代机，竟然是由退役的歼10的一颗螺丝改造出来的。好了，这件事情说完，接下来就是正事了。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和你们提到过的关于明年全球联合理事会的事情？记得。咱们国家拿下军事竞赛第1名，也就是说我们就拥有了争夺联合理事会会长这个位置的资格。但最重要的就是要拥有可以睥睨一切国家的军事实力。从今天开始，你们所负责的所有军种配备的武器数量必须要增加。那增加多少呢？这个增加没有上限，能造多少就给我造多少。我勒个去，明白。大首长，他们2个的军队都装备了最新型的武器，我们海军可没有啊，这样不太公平吧？我想申请一下，借那个小兰子同志一段时间。还真是这么回事，不过你得亲自去找小兰子同志商量。另外，把你之前那一套作风收起来，不许强迫人家，知道了吗？明白明白，不过我得怎么去接触对方呢？刚才谁问我们来的？报告首长，军工部来电话，说是有重要的事情报告。军工部，接通进来吧。是，首长，这里是南方军区的军工部。就在昨天，我们成功将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制作出来了，并且在蓝兵同志的帮助下，反应堆已经成功开始运转，开始产能了。你确定是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确定啊，现在我们已经用上由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产出来的电了。昨天制作出来，今天就用上了。帮我安排行程，我要亲自去一趟南方军区，见见这位超级天才。专机准备就绪，几人便浩浩荡荡地从京城赶往乡上。南方军区军工部，所有人都不知道，这里即将迎来一位贵客。小兰子同志，孙老他们就这么从昨晚站到了现在。是啊，怎么劝也劝不走，再这样站下去，迟早出事啊！算了，我再去劝劝吧。我跟你一起。孙老，这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经过我的调试，肯定不会出问题的。您几位还是先回去休息吧。哦。没事，我就在这。这就算真出意外了，你们在这站着也没用啊。算了，我先休息去了，熬不过你们。这，万司令。国明啊，我现在在京城，你们赶紧准备一下，一会儿大首长就要到了。大首长，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准备。宋政委，发生什么事了？大首长怎么了？大首长要来，已经在路上了，要我赶紧准备。什么？走，我去帮你，这可是大事。第2天到来，宋国明等人一宿没睡，早早便来到机场等候。调整好状态，大首长马上就要到了。是。大首长来了。蓝兵现在在哪里啊？在反应堆那里组织工作呢。那还不赶紧的？走，我这就带您过去。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前，几位再这样熬下去，身体就真的要坏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大首长来了。你就是蓝兵，这也太年轻了吧？怎么可能？这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就是你制作出来的？没错，相信他们已经跟你吹过了。好啊，我这次来找你的目的就是代表国家从你这里购入反应堆。你放心，规矩我也都听万志毅他们说过了。哈哈，好说，人力物力我们出，并且这次成本造价是多少，你的劳务费就是多少。还是大首长大气，没问题的。
那请问您要采购多少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呢？这是全国电力枢纽分布图，我们对反应堆产生的电力辐射范围还不太了解，所以如果需要覆盖全国的话，130个反应堆就足够了。行，这方面都听你的，你定就好，这是合同。不是这么干脆的吗？这种事不带考虑吗？哈哈，你就不好好看一看这份合同吗？万一你这么贸然行事，以后可是要吃大亏的。因为您开出来的条件实在让我无法拒绝，有钱拿，而且还能增强国家力量，无论哪一条对我来说都是好事。而且您是代表国家来的，我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都信不过，那我还能信谁呢？好啊，这么一看，倒是我觉悟低了。大首长说笑了。我可听说，现在这个可控核聚变建造时间只用了20多天。对的，那按照这个速度的话，130个反应堆大概需要6、7年的时间。提前统筹资源的话，这个时间应该能缩减到5、6年左右。开什么玩笑呢？5、6年的时间都够覆盖全球了，最多5个月。5个月建造130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你确定你是认真的？当然。流水线统一制作核心零部件，估计5个月的时间都用不到。小丸子，这样会不会不太妥啊？流水线的制作不比人工，万一出现一点小差错，那后果是你我无法承受的啊！是啊，不如咱们放缓时间，慢慢来。5、6年时间已经相当快了。我说的流水线你们不懂，我是要建造一条精度和准确度相对完美的流水线。好了，听我说2句，都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们既然选择了小兰子同志，就要相信他。就是你们信我就听我的。我已经为你开放了所有的军工通道，这个手机就是你用来联系和指挥各个军工部门以及科研部门的方式。你用这个手机，没有人敢不服从你。听着大首长的话，在场众人瞬间惊呆了。谢谢首长，这样我可就方便多了。客气什么？你可是咱们国家的未来。自从蓝兵做那些个小手工被抓走后，他居然为龙国造出了6代机和电磁坦克，现在就连军区大首长都给他开通了最高权限，关键还让他赚得盆满钵满。行了，你现在在军区有最高权限，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如同命令一般，所有人都会配合你的。我还有事就先走了。谢谢首长，那个工程款记得要准时哦。放心吧，走了。现在蓝兵在科研领域的地位已经和大首长相同了，这谁敢信？这下我成老大了，哈哈，想想就爽，还有钱赚。好了，事不宜迟，我们去研究一下全国部署核聚变的工程方案吧。可控核聚变办公室，金乌计划懂吗？你们？在古代神话中，太阳是由玉帝的儿子金乌所化而成，而可控核聚变的另一个称号，也就是人造太阳，工期限定为5个月，让整个龙国都用上可控核聚变。听着蓝兵的话，在场众人都激动不已，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小兰子不，首长，你简直就是当代金乌啊！哦耶！老李你别闹，我还是个大学生呢。5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个核聚变发电站拔地而起，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现在的蓝兵完全可以当一个甩手掌柜了。陆军那边说是要提高机甲坦克的订单数量，拖了这么久也该动工了。蓝兵，我们军工部最近研发出了全新的单兵外骨骼装置，现在正在展示，有没有时间去参观一下？单兵外骨骼装置，走，带我去看看，那可是好东西啊！现在军工部的科研能力都这么强了吗？好，我们现在就去。你给老李和老林他们打个电话，叫他们一起去看看热闹。热闹，好，没问题。很快，众人便来到单兵作战研发实验室。到了，几位跟我进去吧。李队长，哎呀，小兰子同志，难道你也是来进行技术指导的？哪有，是陈长官叫我过来，负责这次的单兵外骨骼测试。合理，走吧。一个工作人员正提着一个箱子，朝着这边快步走来。这就是单兵外骨骼装置，这个重量很轻吗？这个外骨骼装置比我想象中的更轻，的确是个好东西。这东西也能叫先进装备吗？好了，开始穿戴，准备测试吧。好了，接下来就是测试。这东西真的不错，我感觉穿上之后的战斗力最少是我之前的2倍，战斗力翻倍，哦耶！太哇塞了！你们研发实验室的科研水平很高吗？是吧？这个肯定能一个打10个，这也叫单兵外骨骼装置。小兰子，你是对这个外骨骼装置不满意吗？你觉得呢？在科研领域，蓝兵的地位和大首长一样，几名工作人员心里的不满顿时消散得一干二净。这个外骨骼装置放在世界上都是顶尖的，就是其他国家都还没有呢。就这还世界领先啊！麻烦你先把这个外骨骼拆下来，送到我的实验室。现场所有人已经呆住了。啊，那个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外骨骼。好啊，
没问题，快给他脱下来。哎，我说那个谁，你也来帮帮忙啊！将近半个小时之后，这套单兵外骨骼装置才被拆下来。水，我要喝水，求求你们了，一口就好。这你们看看，穿戴都需要1小时，换谁都虚脱，愣着干什么？赶紧给他口水喝呀！哎，那个谁，说你呢，倒杯水来。哦，我靠，你要烫死老子！这是特么是开水吗？切，自己身体不行，虚得要命，还流这么多汗，有口水喝不错了。你说什么？等我缓过来不揍死你的！行了，这机甲要防御没防御，要持久没持久，还笨重的要死，你们怎么能自豪的说出刚才的话？这个单兵外骨骼装置已经够厉害了，但小兰子同志还要研究。那到底会制作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啊？不行，一会儿的问问小兰子同志需不需要打下手的。有道理，不许跟我抢。蓝兵拿上箱子，打了声招呼，便打道回府。蓝兵在工程白板上写下几个大字：纳米合金机甲工程项目。纳米？难道他要用纳米技术？小兰子同志写出来的不是外骨骼，而是机甲。要造可穿戴机甲，这种东西感觉只在影视剧中见过啊。老糊涂了是吧？6代机、电磁坦克、机甲坦克，哪个不是影视剧中才会出现的东西？是啊，也对，这些都是蓝兵造出来的。别装了都，这就是接下来要进行的工程。我希望你们能帮我找一些帮手。没问题，你说找谁我就去找谁，他要是不同意我就把他绑过来。没素质？那倒不必。李老，您认识纳米科技领域的人才吗？我刚好认识纳米科技研究中心的领导，需要我把他叫过来吗？呵呵，一个人可不够用，如果可以的话，把他们所有人都带来吧。啊，你放心，我现在就去。林老，我记得您和沈一年关系挺好的，麻烦帮我联系一下对方的团队，我要用。没问题，我给他打个电话，他马上就能到。孙老，拜托你集结一下之前的团队，咱们一起开个机甲能源相关的会。行，机甲核心能源，这是要把可控和聚变装进机甲里啊！看着这一幕，一起跟过来的李安有些懵逼。你这是要做什么？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我知道什么？我知道。可是，哎呀，蓝兵同志说的我都懂，一会儿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我，咱们就不在这里打扰他了，赶紧跟我出去吧。我说，小兰子同志究竟是要做什么？我怎么有点搞不明白啊？搞不明白就对了。之前和小兰子同志接触的时候，我也总觉得他神神叨叨的，不过呢，他却每次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所以呢，哎呀，这次机甲改造还是蓝兵同志亲自操刀，所以你放心就好了。那你不早说，让我这一头雾水的猜半天。是你资质愚钝，还怪我。蓝兵同志造的可穿戴机甲，你不会穿上之后又流虚汗吧？你也皮痒痒了是不？没，走吧，静候佳音吧，咱就。我估计这套机甲一定能让你像钢铁侠一般厉害。不，我要比钢铁侠还要厉害。这话好像没什么毛病。蓝兵造出了第6代战机，电磁坦克也研发了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但他对军工部研发的单兵外骨骼装置实在是不满意，所以他准备直接升级成可穿戴机甲。哎，这外骨骼装置实在是 low 中 low 啊，还给绿毛李安整虚脱了，这怎么能行呢？纳米科技研究中心办公室中，李老，您刚才说你们开辟了一个新项目，要我们团队加入。是这样的，您的团队不是航天研究方向的吗？和我们纳米团队八竿子打不着啊。不如你先看看这个。国家1级动员调令，一般的项目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调令的，一定是至关重要的任务。好，李老稍等，我现在立刻将所有人召集起来，咱们马上出发。与此同时，林泽甫也找到了沈一年。老沈，这次你有福了。什么？怎么就有福了？今天我们去参观了军工部自主研发的外骨骼装置，结果小兰子同志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不满意，甚至打算亲自步入这个领域。小兰子同志点名要来你过去帮忙。点名叫我？真的吗？难道又要用到粒子对撞机了？那是肯定的了。那还等什么？我们赶紧走吧。你不收拾东西吗？这次可能要在军工部那边住很长一段时间呢。收拾什么？最重要的知识都在我脑子里了。快，别叫小兰子同志等急了。同时和领域的许多专家也在孙承基的召集下，全部来到了军工部。商议机甲核心能源，靠谱吗？这呵，靠谱吗？你觉得呢？这次小兰子同志估计是准备搞个大的。这位就是你说搞了各种大发明的小兰子同志吗？对，就是他，厉害吧？您好，您贵姓？免贵姓马，我叫马云哲。那马云和你有关系吗？开个玩笑。果然连打招呼的方式都和其他人不一样，这就是天才的脑回路吗？咱们直奔主题吧，这些都是关于纳米技术的知识，您看看。很不错。马云哲给蓝兵讲解了一些关于纳米技术的突破点。不愧是国内唯一研究纳米技术的人，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研究当中关于纳米科技研发部分的图纸，你先看看吧。这小子已经把图纸画出来了，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难道刚才就是考我？好的，不是，这位图纸真的是我能接触到的吗？我研究的只是纳米材料的基础运营。怎么样？这方面的技术有过了解吗？不好意思，蓝冰，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我问你对纳米技术了解多少？抱歉，重新回答一下。现在我对纳米技术一点都不了解了。不了解没关系，以后有机会慢慢了解的。安慰完马云哲，蓝冰眼神一一扫过剩下的人，各个领域的人全部到齐。好了，从现在开始，合金机甲项目正式启动。机甲材料由我和沈老的团队负责。好，纳米科技方面就是马云哲的团队来负责了。是。还有能源科技方面，孙老带队。好的，没问题。辛苦大家了，我们这次要造出与人体完美贴合的超级机甲战衣。啥？机甲战衣还要和人体完美贴合？玩这么刺激的吗？马云哲瞪大眼睛，整个人如遭雷击。沈老，接下来需要你带领团队配合我做实验。我打算再做出一个新的金属元素，用在这次的机甲战衣上。好。啥？又要聊新元素？好，我们一定全力配合。那个能源方面要用最新科技的储蓄电池吗？储蓄电池？那是什么玩意儿？电动车上的电瓶吗？我都要研发超级机甲战衣了，你打算给我的战机上面装一个电瓶？那你不会真的想搞微型可控和聚变吧？那玩意儿的技术可是很难的，我还只在电影里见到。我特么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老李，刚才蓝冰说什么来着？你们都做出了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了。现在用的每一度电都是由他研发的反应堆供给的。这神了，真是神了！我们的计划是5个月时间，让全国都进入可控核聚变的新时代。听了李德佑的解释，马云哲感觉自己的三观都要炸裂。小篮子同志，不是我不相信你的技术，而是微型核聚变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确，热聚变的温度可不是人类能够承受得了的。我就说嘛，多少我还是懂点的。所以我要搞的是冷聚变。什么？冷聚变？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根本不是人类掌握的技术能搞出来的东西。难道我不是人吗？我已经将实验计划表分发给大家了，接下来大家只需要按照计划表中的内容展开工作就可以了。至于马云哲，我给你准备一份新的纳米技术教材，带着团队重新学习一下。我谢谢你。这尼玛是基础教材，怎么全是看不懂的玩意儿？不客气，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来找我。那我估计要天天找你了，哈哈。刘国梁和万志毅这2位司令也被临时派来监督工程进展。老邓、老万，我记得帮你们改造军事装备的超级天才，就在你们军区的军工部吧，帮我引荐一下呗。当然没问题，只是这段时间不行。我和老刘正打算去视察一下新的反应堆工程呢。就是这样吧，等所有核聚变反应堆全部落成之后，我就带你去见小篮子同志。少在这放屁你们，你俩就直说吧，什么条件？我听说你那边珍藏了几坛40多年的女儿红，到底是什么味道啊？是啊，我也没有尝过呢。跟着等着我呢是吧？行，答应你们送你们几坛，现在可以去带我见蓝冰了吧？没问题啊，走吧。3人很快坐上一辆吉普车。老邓，我得提醒你，我们只是答应带你去见蓝冰，可不能保证他一定会答应你的要求。就是哦，大首长的态度你也看到了，就算他不答应你的要求，你的态度也一定要好，知道吗？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哎，老邓，你这么急着见蓝冰，是不是已经想好了要升级的装备？我打算升级航母。果然是航母。我的天啊，我看到了什么？机甲，纳米金属粒子组合成的机甲。蓝冰给空军改造出第6代战机，给陆军研发了电磁坦克，最夸张的还能变身机甲战士。这下海军司令邓敬业坐不住了。那你到底要升级航母的哪个方面？对啊，是不是雷达、火力，还是什么东西？都不是，就是航母。我要拜托这个超级天才升级一整艘航母。一整艘航母？这家伙居然这么贪心，要改造一整艘航母。你们之前的飞机坦克我都看了，在我眼里也就是舒克和贝塔的级别，所以我想着，为什么不直接搞个大的？实验室当中，沈一年等人一脸震惊地看着面前刚刚完工的质子引力坍缩实验舱装置，居然真的制作出来了，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行了，开始自检。小篮子同志，我们为什么还要研发新的金属？之前研发出来的变形金属不就挺好的吗？变形金属制作出来的坦克属于大型作战单位，我们最先要保证的是驾驶员的安全。这个硬度换作单兵机甲战衣就显然不太符合了。真好奇我们最终制作出来的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金属。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自检完成，装置运行正常，可以开始实验了。当前坍缩等级为3级。沈老现在把坍缩等级提升到7级。啊，好，7级，这才刚刚开始运行，就要提升到7级。沈一年也不再墨迹，直接开始操作。当前坍缩等级为7级。太好了，实验居然成功。啥？
什么叫居然？你认为这是巧合吗？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足足缩小到了之前的1/5，这还远远不够。我的目标是1立方米。1立方米？他是认真的吗？沈老把坍缩等级提升到9。这样做的话，真的不会出现意外吗？少废话，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别墨迹成嘛。好，什么都听你的。当前坍缩等级已达到9级，当前坍缩能效1。我靠，坍缩能效突破1个亿了都，真的被压缩到了1立方米。接下来由我来操作吧。好，工作还没有结束，接下来还要对金属进行编译，需要使用极强的隧穿质子光束，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常规，成为超越普通金属的存在。质子合金锻造完成。成功了，应该是吧？我能对现在的变形金属进行一次检测吗？当然可以。快去把准备好的仪器搬过来。数据这么高，这个数字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这和之前的变形金属相比，数据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快一算，保守估计在10000倍以上。怎么可能？这是我能听的。整个物质的分子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我根本看不懂。好了，沈老别装了，起来吧，赶紧把材料送到隔壁的纳米核心构建实验室中去吧。哦，好的，哈哈。纳米实验室。蓝冰，按照你的指示，所有机械已经自检完毕了，没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开始实验。好，那就快点的。实验启动，原材料投入，原料分解人员准备就位。是，开始进行纳米分解。是，这感觉有点困难，但愿不要发生意外。你们快看，那个金属块少了一个角，金属块的形状发生变化，就说明纳米装置已经在工作。居然真的分解成了纳米形态！我从事军工领域这么多年，还从未见到过这种操作。如果这个合金机甲真的可以制作出来，那从今往后的军工武器制作都将发生变革。没想到，我竟然见证了历史。急什么？还没结束呢！接下来启动纳米机甲编译装置以及纳米元素融合设备。他们全高兴太早了，纯半场开香槟啊！纳米机甲编译装置启动，机甲核心系统已经完成，机甲总控系统已经完成，机甲骨骼系统已经完成，正在载入传动系统、感知系统、控制系统、武器系统。我的天啊！我看到了什么？机甲，纳米金属粒子组合成的机甲，这就是小兰子同志要做的机甲，优美，太优美了！小兰子同志竟然把势能抵消系统都编译进去了。势能的种类有很多，我就不跟你们一一介绍了。简而言之，就是可以抵消一切物理攻击。听到这里，众人顿时瞪大了眼睛。抵消一切物理攻击，这也太夸张了吧？这不是无敌的存在吗？结束了，差不多了。对了，这个机甲是不是应该命名一下？就叫守卫尖峰 SW1号吧。这个名字好啊！不错，守卫尖峰，既是守卫使用者，也是守卫我们的国家。现在这个合金机甲还剩下最后的能源核心，只要安装上能源核心，就可以催动机甲。太帅了！我能摸一下吗？还差最后一道工序没有完成。众人顿时明白了这最后一道工序是什么，立刻跟上蓝冰的脚步，朝着冷聚变反应堆实验室而去。小兰子同志，按照你留下来的实验计划，这段时间里我们已经将大部分的工作完成。不过现在什么进展了？冷聚变激发器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部分了。那好，现在开始启动冷聚变激发器，制作冷聚变反应堆。小兰子，现在冷聚变激发器虽然已经制作好了，但还没有进行最后一波调试，不如先调试完，然后再启动，如何？你们有没有按照我给的步骤严格去做？那是当然了，绝对没有任何纰漏。那不就得了？那还有什么需要调试的？墨迹，你这好了，放心吧。能量输入等级已经达到最大，冷核聚变启动，冷核聚变装置激发系统开始运行，激发成功。当前装置输出功率为10000亿焦耳每秒。多少？科幻电影都看过吧？钢铁侠胸口的反应堆也不过才30亿焦耳，所以说还是影视剧工作者的想象能力太小了，这也太恐怖了吧！小兰子同志，别动啊！放心，我设计的东西还没有意外这个选项。接着，别，我靠！想要跟着小兰子同志做实验，光有技术还不行，还得有一颗足够强大的心脏啊！蓝冰研发的类似于钢铁侠的可穿戴机甲，各个部分已经制作完毕，接下来就是把它们都融合为一体了。你们都放轻松点，别说周老接住了，就是没接住，甚至从几层楼的高度丢下去，也不会出现任何意外的。你可真是吓坏我这颗老心脏了。好了，回纳米实验室，将这最后的一块碎片组装上去，纳米合金外骨骼机甲就大功告成了。能源安装启动，终于要开始了，最后的组装了。耶！我的天啊，我已经开始想象这个机甲的功能了。纳米合金外骨骼机甲装置正在适应能源，当前进度为5%。大约过了10几秒的时间，进度条终于被填满。守卫尖峰 SW1号启动成功。小兰子同志，
之前你答应我这套机甲的测试环节由我负责的，现在可以开始了吗？不应该由我来测试吗？之前那套外骨骼就是我来测试的。切，之前的外骨骼机甲让你测试了，这个还让你测试，怎么好事都让你占了？你们俩可真是都多大的人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哼，好，纳米合金外骨骼机甲首次测试正式开始。为了这次测试的资格，陈一鸣不知道求了蓝冰多久。在过去的2个月里，陈一鸣开车接送、买早餐、安排小灶，就差跪下求他了。好了，你先走到这个外骨骼机甲跟前，然后看着他眼睛的部位。检测到对象，正在启动生物基因光谱识别。生物基因光谱识别还有这种功能？沈老，这是个什么？菜谱识别是什么东西？是生物基因光谱识别，也就是 DNA 识别。这太牛波了吧也！扫描成功，已锁定使用者身份。守卫尖峰 SW1 号已进入运行模式。小篮子同志，我是不是可以开始测试了？可以开始了，把手放到机甲胸口上的冷核聚变能源核心上就行。好。哎呦我去，吓我一跳！神经元开始连接。这也太神奇了吧！我的力量好像还变强了，对身体的控制也变强了许多。神经元链接不仅能让你控制外骨骼机甲，外骨骼机甲也能反过来帮你控制自己的身体，只需要大脑发布命令就可以了。这太爽了吧！我试试啊！这个行，力量都增强了不少，这才是真正的外骨骼机甲吗？一旁的科研人员顿时有点羞愧，脸色红了一下。哎，也是，我们跟蓝冰比个毛线。蓝冰介绍了这套机甲的2种待机模式。待机？没错，我为其设置了待机功能。这样的话，使用者就可以一直将这台外骨骼机甲带在身上，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机甲会对使用者采取保护行动。就是说，机甲会变成可携带模式了。对，你试试看，只需要你动一个念头，机甲就会采取相应的收纳模式。好，我试试看。待机，我靠，居然能浓缩到这么小。那如果上战场的话，都不用带额外的设备了。这个体积完全可以当做秘密武器使用。不是还有第2个收纳模式吗？一鸣快展示一下啊！切换收纳模式，附着在胸口，这个收纳效果简直绝了。反观之前的外骨骼机甲，要用那么大一个箱子装着，这2个兄弟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怪不得要用纳米技术，简直是太超前了。我们发明的就是垃圾，怎样？有本事你去跟小篮子同志比比。还是这样来的好。玩够了就开始下一项测试吧，测试一下你擅长的飞行模式。飞行模式？发明的不是外骨骼机甲吗？怎么还有飞行模式？还能飞？你们快去打开穹顶。好了，现在可以开始了。切换飞行模式。你倒是飞起来啊，真让人着急。飞快一点会吗？我设计的飞行模式速度可不止这样。是，这就是高空的风景吗？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他之前虽然是开战斗机，但那都和外面的景象隔着3层防弹玻璃，而现在通过神经元连接，他感觉飞在半空中的就是自己一样。这速度，还有这强大的控制能力，感觉躲个子弹都不是问题啊！好了，直接提升到8000米的高度。多少？他好像说是8000米。8000米，真的要升到8000米吗？不如我们先飞个1000米。我让你怎么飞就怎么飞，别再废话了。啊，好，飞行到8000米高空。报告，我现在已经抵达8000海拔的高空，这种感觉简直是太棒了。不行，我也得测试一下这个机甲。这个机甲肯定是要在第一时间时装到我们特种兵部队的。小篮子同志，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制作纳米合金外骨骼机甲的经验，在材料充足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接下来还要再做一个机甲，需要多长时间？2、3个小时吧。2、3个小时？我没有听错吧？蓝哥、兵哥，咱有没有可能现场再造一台机甲，或者让一鸣停下测试，让我试用一下这套机甲？别急，我现在开始给你安排2号机甲。多谢兵哥。好家伙，说做就做，真当外骨骼机甲是大白菜是吧？于是蓝冰转身来到沈一年等人的实验室，冷核聚变激发器再次启动，激活成功，束缚稳定器开始介入。很快，一块新的能量核心便被制作了出来，同时内米金属的编译也进行完成。装上核心，你就可以开始测试了。好，切换飞行模式。现在，终于轮到我了。飞行高度暂定为8000米，升空你不用念出来，你自己脑子里面想象就好。李安抬头，然后就看见了正在天空高速飞行、急转悬停、测试的不亦乐乎的陈一鸣。现在轮到我了，追上去。实验室里，哪怕脖子已经开始发僵，众人都舍不得将视线从2个人身上移开。太夸张了吧？这哪里是外骨骼，简直就是机甲了。感觉像是只有点电影里才能看到的画面，真不敢相信，这竟然是真的。不愧是蓝冰同志啊！之前他说我们外骨骼机甲不行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服气，而现在，我有些好奇，
如果这2套机甲拿给万司令和刘司令他们看，他们会有多么震惊？那还用说，这东西感觉比之前的坦克之类的要强多了。但问题就是，这样的产品究竟能不能实现量产？的确，如果能批量生产时装军队的话，那我已经不敢想象，那会是一支多么强大的队伍了。